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电影《新青年之流量篇》，这是最好的电影世代，没有明显刻板红线，类型片花样层出，题材近乎无禁忌。肥瘦颜吃，丰俭由君，看客拥有历代观众绝无仅有的选择自由。这也是最坏的电影世代，大师远去，情怀淡漠，圈子短视，行风狭隘，电影审美在多元化中失源。这些年，商业片势如破竹，艺术片节节败退。商业片定位就是赚钱，大投资、大导演、大场面、明星阵容，皆为收益。资本甚至从投资、拍摄到上映，对赌无不涉足。当票房变现成为资本游戏，屎尿屁量产与网络灰黑产业炒作便由此发源。有人出生就在罗马，但有人走过泥泞诋毁，10年风雨兼程才抵达。实力是别人永远夺不走的资本。你们说为什么是王一博？那么凭什么不是王一博呢？梨园古训，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德艺不分家，由此形成道德约束与传承情怀。梨园即旧时文娱业，是最讲师承门规的行当之一。而今行业发展淡化教学相长的内核，更多是影视投资与产出的经济逻辑与商业因果，行业传承情怀远去。这也是近年娱乐圈星辰大海计划的初衷。只可惜学院派拉山头，星二代混人脉，以致扶持新兴更续文化成了镀金营。非科班出身，未入选过计划，吃百家饭的孩子王一博，演艺路没有门阀荫蔽加持与圈子裙带维系，却闯出了自己的节奏。新演员入行受自身条件或者人脉掣制，一般而言都有横盘整理的平台期。资本利益既得不想轻易冒险换路数，演员则囿于成见，死于舒适，很难突破。但王一博从触电影视开始就奇迹般没踩雷，角色无论人设、性格、气场，几乎都没雷同。业内认可，票房验证，更多人相信王一博没有舒适圈。未来，他将延续自己无边界的行走风格，拥有更宽戏路。不被标签化是演员王一博木秀于林的大杀器。如此优秀，为何是招黑体质？除了红就是原罪，更多时候也是被行业刻板印象连累。尤其在与无名相关的争议中，某些在舆情中造成负面效应的媒体，就是以人云亦云的态度，断章取义的表达预设立场，以此迎合偏见，固化偏见。其一是流量偏见。流量男星被称鲜肉，就反映了女性凝视。物化本质都是玩弄，女性抵抗被凝视，转而凝视男性也不代表进步，在文化意义上刻板化了流量男星。而男权社会不接受女性凝视抵抗，从而鄙视其凝视对象，参见受害人有罪论。而流量明星中徒有其表者得不配位，就更坐实花瓶标签。出于信息茧房壁垒，大众接受负面信息很容易，分辨谁是清流却很难。于是，中视顶流扛下所有。王一博就这样在每次大众鞭挞娱乐圈乱象的口诛笔伐间，替人受过遭遇流量反噬效应。除开拿钱办事的直黑和为拉踩而来的饭圈脂粉，余下为黑而黑者只是需要投射戾气的靶子。骂谁不重要，理由不重要，错杀不重要，拿他发泄情绪就好。其二是学历歧视。最近坊间的其荒腔走板不仅是断章取义曲解事实，更是掐头去尾曲解官媒。与当初把检察日报民间来稿中偶像失格说冠以官媒定性网暴明星如出一辙。手法都不带换，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观众认可的演技派，未必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化人。文化从来不局限于学历，不只来源于书本，也不一定呈现为条分缕析的表演理论。人民日报确有替演员主持公道之意，但其后对业界现象的勉励劝诫，却仍在转载中通过映射被恶意解读。太子有国师加持，百官护驾，科班出身有学院派师承人脉，吃百家饭没与圈子利益深度捆绑，自然也无人强出头。想搞你，辩解是狡辩，不辩解是默认。何况初代互联网，你不知屏幕后是人是狗，AI 元年你甚至不知水军是碳基生命还是硅基生命。
所以中国电影缺啥？缺钙。多数人浑浑噩噩时，清流倒成了罪过。一束光照进了黑暗的铁塔里，让里面的肮脏与罪恶暴露无遗，于是这束光便有了罪。影视商业化改变文艺存在方式，也改变市场鉴赏习惯。作为亲历票房魔法攻击的麻瓜，我们疑惑，当票房取决于排片费而非口碑反馈，票房对电影自身是否还有意义？同样，当复购变成生源，粉丝能否替代知音真正为作品出圈拉新裂变 ？OK， 不打哑谜。电影需要观众，但好电影需要好观众。知音难觅，得承认观影当然有审美和阅历门槛。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时和无名一样，有人看不懂，说导演装。作品票房最终滑铁卢，程耳当时写下对得起这碗白米饭为名，我偶尔穷尽解释，说我们的电影还不错。你看，观众评价还不错，我能读懂他狡猾眼睛里的句子，以及他撇嘴时的唇语，但是不卖钱哦，是啊，但是不卖钱哦。我只得沉默地举起酒杯来化解尴尬，推杯换盏。程耳狼狈过，但更相信自己会胜利，会去到目的地。无名执行导演刘一舟说，拍摄时每个部门都有监视器，片子质量和精神内核通过画面传递出来，所有人都受到鼓舞。我们对导演的创作能力欣赏且钦佩，那是一种很澎湃的精神能量。无名至少能撑住中国严肃电影硕果仅存的门面。娱乐圈表面风光，但其实仍在主流文化边缘。英雄枯骨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中国式悲哀与道德绑架沿袭着歧视，一向拿娱乐妖魔化当文化遮羞布，遮掩经济发展中暴露的社会问题。众所周知，没有悲悯心支撑科学走不远，因为征途没有价值逻辑会跑偏。人们也懂，没有悲悯心支撑经济走不远，因为发展的目的与手段会倒置。但其实，没有悲悯心支撑文化同样走不远，因为文盲践踏文化更甚饭圈。烂梗绝望的某某堂皇出圈，是中国电影的耻辱。始作俑是假官媒，插科打诨蹭流量的不乏所谓官媒。互联网有记忆，出自无名同期上映电影官微翻车事故中网友评论，被拿来买稿甩锅混淆视听，只能说灯下黑，影视业清朗了个寂寞。本就莫须有，嫁祸更下作。伙同无良媒体的文化流氓，就在巨大傲慢下公器私用，社论式造谣，诋毁粉饰成批评，羞辱美其名劝诫，在公共舆论场混淆视听之卖力，不亚于当初炮制小镇做题家之匠心。词性词组结构都趋同，堪称一脉相承。文化素质可以评，道德滑坡应该批，行规国法更要讲。媒体不能没有新闻价值观，不能公器私用滥用话语权。清该怎么清？朗要如何朗？除了就事论事，还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悲悯心。毕竟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能瞎给同学取绰号。真相即国义。可以学习照镜子正衣冠洗澡治病，这贯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的总要求，但绝不能贴标签取外号甩锅这么损。有错就要认，挨打要立正。治病之前起码先得摸清病因。烂梗缘起先搁置，就说说拿王一博路演说事的事。文化等于文凭，断章能取义。发布会和路演不是政府事务听证会，上价值的口号和台面话，愿意说固然好，不想说也正常。难道有错？演员不是讲师，屏幕上成功塑造角色就是称职与优秀。为表现自我而上价值的话术属于社会人和政治秀。人家演员朴素大方回应，觉得脱离电影语境谈某些话题没意义，起飞很正常。更别说当时电影刚刚上映，让剧组剧透起飞失心疯。讨伐者姿态十足，讲风气扯情怀，实质呢？提电影就讲电影啊，但人物亦正亦邪戏路大开不谈，新人首秀演技出彩不谈，导演满意影帝认可不谈，逮住演员性格逮吧，明晃晃无事生非四字挂脸上。全然不顾舆论存在的理由，是公正与真实。娱乐圈著名直球王一博天性使然，比起成人的周全，他更多赤子的坦率。他错哪儿了？哪儿都没错，不过是不迎合所谓对标准答案的价值期待。可演员不是英模，演英雄不必是英雄。
他不擅长表达，但他已经把最好的表达倾注在叶密身上。演员成色如何？导演满意，观众满意，制片人满意，票房满意。说到底也就唯恐天下不乱的营销号、直黑以及看个标题党拉踩内涵文就失智的人不满意。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